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木。道東之旅的第二站來到了阿寒魔州國立公園。阿寒湖、驅邪路湖、魔州湖以及環繞四周的山林，共同組成了這片遼闊的國立公園。湖泊與森林之間也延續着古老的阿伊努文化。今天就從阿寒湖的一葉小舟開始，慢慢走進道東的森林與湖泊。今天訂了一個在阿寒湖划船的項目，然後一個人是6000日幣，大概1個小時吧，划一個小船在阿寒湖上面遊覽。哦，這邊已經有船了，應該就是這些小船吧。今日がカナディアンカヌーですね。今日2人乗りになりますんで、岸さんと岡村さんはガイドと一緒にちょっと岡村さんとか誰かを一人。カヌーはみんな前を向いて座りますので、前に行きたいときは前漕ぎですね。前に入れて、上の手は真ん中歩いていって、はい、前に座ってください。あ、わかりました。はい。真ん中歩いて。はい。おお。よいしょ。嗨，嗨，哇，這邊真的超級漂亮的。這個水也非常的清澈。這個地方大概距離溫泉街得有3公里左右，然後半徑2公里以內是沒有人的，只有坐這個船來。マス級の方がたくさんいて、アメマスとかヒメマスとか水マス、あと淡水魚で最大のイトウもいます。向導說，這個湖在冬天的時候是全部結冰的，大概有50公分厚的冰，然後車可以停在這個湖面上。對面看到的這座山就是熊阿寒岳，也是一座火山。現在停在一個淺水邊休息。あそこの真ん中の島とかって上がれたりしますか？ああいう。ただやっぱり朝が一番風がこう安定してて、はい、昼間だと行ってから風がピューって吹いてきちゃって帰れないなんていうことがあったりするんで。ああ、そうなんですね。朝が一番いいかなるほど。あの山のこの木たちがもう色かかっている感じですかね。ああ、やっぱりなんかちょっと先っぽ松濃い緑色は松なので紅葉しないんです。緑のままで、はい、で薄い緑色がだんだん赤とか黄色に変わり始めてるんですね。9月とか10月だったらすごい綺麗ですよね、きっと。10月の10日ぐらいかな、見頃が。10月の頭ですね。あ、じゃあもう少し先ですね。阿寒湖是阿寒魔州國立公園最具代表性的湖泊之一，它的形成與這一帶漫長的火山活動相關。湖的東側就是海拔1370米的活火山熊阿寒岳。從湖面望過去，熊阿寒岳像是從森林的盡頭直接升起，山、森林和湖水連在一起，也構成了阿寒湖最經典的景色。
這裡還是世界上唯一能看到大型綠球藻群生的地方。而到了冬天，嚴寒讓大片湖面結冰，積雪覆蓋，原本湛藍的湖水變成一望無際的白色冰原。如果天氣足夠寒冷而平靜，冰面上還可能出現被稱為雙之花的冰晶。從夏天的一湖碧水到冬天的冰雪世界，阿寒湖無時不刻都在展示最美的狀態。现在到了一個小的森林的淺灘附近，然後上岸了，要去森林裡面走一圈。現在開始去到森林裡面了。這個森林裡面的這個地可能是樹葉比較厚吧，踩上去軟軟的，有點像那種橡膠跑道一樣。這個是熊的這個爪子留下的痕跡。爬到樹上去，很高的地方也有。沿着阿寒湖走进了湖畔的原始森林，听着風吹過樹葉的聲音，偶爾透過樹木的縫隙，還能看見身後阿寒湖的波光粼粼。大概旅行裡也需要這樣一段什麼都不用想的時間。木の猿の腰掛けマッシュル现在要重新划船，然後開始返程了。現在這個季節，這個風也特別的舒服。在遠處的淺水邊有一頭鹿在吃草，好像有一點像宮崎駿的動畫裡的感覺。那個叫《幽靈公主》吧，好像是。在回程的時候，小船慢慢劃過阿寒湖的淺水地帶，一頭野生鹿正獨自走進湖邊的淺水裡進食水草。它低着頭，安靜地涉水而過，湖面泛着漣漪，鹿也消失在原始的森林裡。現在來的是阿寒湖溫泉街旁邊的阿伊努庫塘。這個庫塘在阿伊努語裡面就是村落的意思，所以這邊就是阿伊努的文化村落。然後它的入口處是這樣的，有3隻非常大的貓頭鷹。據說這個貓頭鷹是阿伊努文化裡面守護村落的神明。進去看一下。這邊目前是很多這個工藝品的這個店鋪，然後據說這裡還是有很多阿伊努人居住在這邊的，而且是目前北海道裡面算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阿伊努人的居住的地方。這裡面有很多的木雕，阿伊努文化裡面這個木雕還是挺佔重要位置的。
好多小的工藝品。这個貓頭鷹還是挺可愛的。這邊中間還有這個像阿伊努的這個文化圖騰的一個木雕，有好多。中間這個白色的花紋有點像漩渦的，然後又帶尖角的，這個就是阿伊努這一個特別有特色的一個紋樣。這邊還有小型的這個阿伊努文化的一個生活館，這個房子就是稻草房做的，有好幾棟。哇，這個應該就是還原了當時阿伊努人居住的一個房子吧。阿寒湖畔也是北海道原住民阿伊努人世代生活過的地方。在阿伊努的世界裡，自然不僅僅是風景，山川、火焰、風以及熊和鳥獸都可能被稱為卡姆伊的神靈存在。人們從自然中獲得食物和生活所需，也通過祈禱、歌舞和儀式表達對自然的敬意和感謝。所以走進阿寒湖的阿伊努村落，會看到大量木雕、傳統紋樣，以及熊、貓頭鷹等與他們文化密切相關的形象。如今的阿寒湖阿伊努村落是北海道規模最大的阿伊努聚落之一。古老的文化並沒有只停留在過去，而是依然作為生活的一部分，在阿寒湖畔延續。刚刚這裡的解說員說，這個碗和下面的這個底座是用來祭神明的時候使用的這個酒杯，然後上面這個橫着的這根棒子一樣的東西，就是用來蘸這個酒來祭神明的，而且是每個男的吧，他說是男的會自己做自己的，所以裡面的花紋樣式都是不太一樣的。這邊展示的就是祭神明時候用的這個木棒，上面的雕刻的花紋都是不一樣的，非常的精緻。這裡還有一個阿伊努創作中心，去看一下。它這邊好像真的是一個創作的一個設施，裡面有這個雕刻、木雕室，還有刺繡啊之類的工作室，還挺多的。然後這上面都是這個阿伊努文化裡的傳統紋樣。這邊是他們做木雕的地方，這個雕刻還挺精細的。現在已經是中午12點了，準備去阿寒湖這個溫泉商店街裡面吃個飯。這裡本身店鋪都比較少，然後找了一家谷歌上面評分好像還可以的，好像就是這家了，叫做百味庵，進去吃一下。它這裡有烏冬、有蕎麥，還有拉麵，打算點這個有螃蟹的拉麵來吃一下。1800。這份北海拉麵裡面內容非常的豐富，有螃蟹，然後還有鮭魚，還有扇貝，感覺特別不錯。它這個湯特別的鮮，是海鮮那個湯底的。蟹腿，這是鉗子。在阿寒湖這裡也有一個地方是電影《非誠勿擾》的取景地，就是前面這家居酒屋了。不過現在好像沒開吧。就是這個地方，然後在這個居酒屋的對面還貼了這個《非誠勿擾》的海報。
2009年的電影。這邊還有一個阿寒湖的遊客中心，好像在裡面可以看到阿寒湖裡面的這個球藻吧，進去看一下。哦，這邊做成的是一個阿寒周邊生物的一個展示中心，還有阿伊努文化的一個展示。然後這邊還展出了這個球藻。球藻是阿寒湖裡最特別的生命，它其實是一種細絲狀綠藻聚集而成的藻類，在湖水與風浪的推動下不斷翻滾，經過漫長的時間才能慢慢形成圓球形狀。阿寒湖是世界上唯一仍保有大型球藻群生的湖泊，它們也被指定為日本的特別天然紀念物。這些安靜躺在湖底的綠色圓球，也成了阿寒湖最獨特的象徵。然後在這個遊客中心出來，這邊有這個步道，可以去遊覽這個阿寒湖附近。沿着這個栈道就可以一直走到阿寒湖畔，再去看一下。這邊又有一個泥火山的泥潭。這個泥看上去非常的細膩。又是到了吃冰淇淋的时间，它外面这个叫什么？外壳，这个脆壳是黑色的。这个冰淇淋非常的好吃，是那种北海道奶香味非常十足的冰淇淋。现在開到了半山腰，對面這座山就是熊阿寒岳。從阿寒湖開車開了大概1個小時左右，現在到的這個湖是叫驅邪路湖。它跟阿寒湖還有魔州湖3個湖組成了這個阿寒魔州國立公園。這個湖也是非常大的。不過這邊好像觀光的地方沒有阿寒湖那邊多。這個湖周邊的景色也是非常美的，群山環繞，然後沿湖一周都是樹林。這個湖上面也是可以划這個小船的，在這邊也是有這些水上項目可以預定的。另外，在這個湖邊還有一個野溫泉。剛剛有人在那邊泡溫泉，是完全屬於露天的，然後免費可以泡的溫泉。現在開車來到的是這個梅黃卡的公路休息站，是在一個半山腰上面。然後在這個半山腰的旁邊有2隻梅花鹿，一大一小。過去看一下，在吃草。在這個公路休息站上面有一個展望台，是直接可以俯瞰到前面路過的驅邪路湖。這個展望台還是有點高的，現在馬上就要陰天了，盡快上去看一下。剛剛看梅花鹿看得太投入了，不過北海道這邊真的野生動物實在是太豐富了，隨便開車的路上都會遇得到。
哇，天哪，這個台階實在是有點高，沒想到還在上面。先在這兒一半的地方看一下，這邊有一個亂石陣。哇哦！這邊就可以俯瞰到整個驅邪路湖了。哦，這個景色好壯觀！在這個山坡上還可以看到這個丁達爾效應，這個陽光一束一束灑下來，好漂亮。總算爬到這個展望台了。哇，這上面有人堆了這些小石堆。這個小石堆是什麼含義啊？經常可以看得到。上一次在高知縣的時候，那個湖畔也是堆了這種很多小石堆。正好這個正對面可以看到驅邪路湖上面的小島，但是頂頭有一片烏雲。這個景色真的是太壯觀了，可以看到整一個阿寒國立公園。对面這個山坡的景色讓我有一點想起新西蘭南島環島的時候的景色，也是這種非常壯麗的感覺。在回程的路上看到了一道彩虹，現在剛好是傍晚5點半，而且是雙彩虹。從阿寒湖的一叶小舟開始，走過湖邊的森林，感受阿伊努文化，後來一路向北，眺望遼闊的驅邪路湖，喜歡道東這樣的慢節奏，而我的道東之旅還在繼續。感謝各位的觀看，我們下個影片再見。